ROG Ados 家族如今又添增了一名新成员那就是本集影片的主角 Aros X。这次 Aros X 呢，乍看之下只是外观上的小改款，但其实内部也做了不小的升级。不过有一说一论配置上呢，可能不及它的顶级老大哥 Aros Extreme。但相较于原本的 Aros 我觉得已经是很棒的升级了。但其中有一个升级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超喜欢的。那么究竟 Aros X 有哪些改变，还有它值得买吗？本期影片将以一个客制化键盘玩家的视角来带大家了解。那么我们就来欢迎融合败家之眼信仰、客制化灵魂和电竞性能于一身的75%无线键盘 ROG Aros X。那么老样子，我就先来看个开箱环节吧。那内容物有贴纸、手册、A2C 的编织线、8件8轴器、3颗备用的轴、替换键帽、2.4G 延长座、细胶手托和 Aros X 键盘本体。键盘的部分呢，和原版 Aros 一样是75%的布局，搭配下沉式的方向键。最上排的方旋列呢是紧凑型的排列，最右边的2寸 OLED 萤幕、3段式的拨杆和侧键，也是维持了 Aros 系列的一大特色。萤幕呢可以显示大小写、连线方式、电量和目前的系统模式。那主画面呢也可以透过软体来自定显示的动画。那右边的拨杆和侧键呢，只是调整如 RGB 灯效、萤幕亮度或是音量大小和多媒体的控制功能。那键盘的前方有一个 Type-C 孔作为充电和有线的连接使用，右侧则是 2.4G 的磁吸收纳槽和实体的连接模式切换开关。那键盘上盖的部分是铝合金，下盖则是 ABS 的塑胶。那整把键盘是意外的轻巧本体只有约970克重。那背面呢有2段式的脚撑，每个脚撑上都有止滑垫，属于加分的小细节。那再来看内胆的部分 ，PCB 支援下灯位的 RGB 五角热插拔，连接的方式有3模，分别是蓝牙、有线和 2.4G。2.4G 接收器呢是 ROG Omni。那如果你有支援的产品的话，可以实现多个周边共用一个接收器。那同时采用了 Speednova 的无线技术，电池采用了3800毫安时的锂电池，最高可达到3500小时的续航。若 RGB 和萤幕都开启的状态下，续航就只剩72个小时。那整体结构采用的是细胶材质的 Gasket 套袜，那搭配白色的 FR4 定位板。那卫星轴采用的是钢板卫星轴。那我这把的轴体是 ROG 自家的 NX Storm 第2代。那它是段落轴，触发的行程为 1.8mm， 触底克数为65克。那材质方面，这次换成了全碰的上盖、底壳和轴心。那键帽是热升华 PBT， 风格走的是星际主题，表面摸起来是比较光滑的触感，采用了3雾面半透的设计。那最后是棉类的部分，有 Pro 的夹心棉、轴下垫、轴座垫和底棉，算是客制化键盘蛮常见的组合了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 Aros X 的规格介绍，那么我们就先来听听看它的打字音吧。那打字音的部分，我个人很喜欢 NX Storm V2 的干净触底声，而且在按压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杂音，段落轴的 Clucky 音清脆，打起字来非常的爽快。那手感方面，轴体虽然长润看起来只有针对段落的部分，但实际上按起来是滑顺，没有摩擦感的。那键盘部分的手感我觉得还是偏硬一点的。那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内部的填充太满导致内胆没有更多的下沉空间。那么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些 Aros X 的使用体验吧。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开头提到我最喜欢的改版那就是网页驱动与 Link。那以往周边的驱动呢，都会需要使用 Armoury Crate 这个软体来进行一些如灯效或是改建之类的设定。那这个 AC 软体它在网络上的风评是有褒有贬。那这次改用了近年很流行的网页版驱动程式，最直接的优点呢，就是不用直接下载到本机端去占用硬碟的空间，而且也不会受到不同系统软体的限制，那方便性可以说是大幅度的提升。而整体的 UI 我觉得设计得很好，操作也很直觉。那语言呢，目前也有繁体中文，而且它也不需要接线就能够直接使用 2.4G 进行设定。
这一点呢，我觉得真的非常加分。那当然 Aeros X 呢还是有支援 AC 的软体，那如果你是现有软体的用户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来使用它啦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是周边配件的小细节。它的 2.4G 延长座有一个设计我非常喜欢，那它这边有一个挂钩可以让你夹在桌垫上固定住，这样就不会轻易的乱跑了。然后还有它的手托呢，并非是一般的斜直线，它是稍微有一点弧度的。那手托的高度刚好可以和最高的脚撑高度有搭配到，因此调高后的打字体验是非常舒服的。那第三是对 Mac OS 的支援度，虽然从 Aeros 前辈开始就有专门的 Mac 模式，但我觉得跟其他客制化键盘相较之下，它的模式切换快速而且直接，所以对于双系统的使用者来说是一把非常友善的键盘。那么再来聊聊这代 Aeros X 相较于 Aeros 有哪些变好的地方吧。那么第一点是改善漏轴。那当时第一代 Aeros 推出时就有非常明显的漏轴问题，而 Aeros X 呢是沿用了上一代 Aeros 的外壳模具来进行内胆和外观上的小升级，但 Aeros X 的漏轴现象明显改善了很多。不过其实细看呢，还是看得到一点点的缝隙啊，有漏轴强迫症的人要注意一下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是配件更实用了。这次 Aeros X 呢就没有附上润轴工具组，改为较实用的细胶手托。对于喜欢高度自定的客制化玩家来说，润轴套组呢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。不过对于一般的使用者来说，与其附一个使用频率不这么高的润轴套组，不如附上一个可以每天使用的键盘手托，这样的组合可能会更加的实用吧。那么总结来说，我觉得这次 ROG Aeros X 它的改款还算蛮有诚意的，尤其是网页驱动的部分。那虽然时间上稍微晚了一点啊，但起码华硕在驱动方面呢，可以说是有跟上时代的。那么再来轴体、键帽、定位板，我觉得都算是升级的。不过键盘整体的打字手感和 OLED 萤幕还是维持一样，算是比较可惜的部分哦。不过加分项是在续航的方面，在电池容量相同的情况下，续航比前一代提升了接近2倍啊。对于有电量焦虑的人，可以说是一大的优点。而它取消了润轴工具，增加手托，让它的产品定位更偏向大众化一些。老实说，并不是件坏事，但 Aeros 主打的就是客制化，我个人会希望它能够有更多客制化的要素存在。那么我们就看未来 ROG 会不会真正踏入客制化的圈子，推出可玩性更高，同时又有兼具电竞性能的真客制化电竞键盘吧。那以上就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，那希望大家都有了解到 ROG Aeros X 的产品细节。那这次也非常感谢 ROG 的合作邀约。那这把键盘预计在4月28号，也就是上片日的今天，会在台湾正式开卖啦。那如果你对这把键盘有兴趣的话，我会把产品链接放在底下的资讯栏，有兴趣的观众就自行前往调看选看吧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未来将会带给大家更多客制化键盘或是 DIY PC 等的产品分享。那本期影片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 YC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